爸 BQ 了。看了800遍《甄嬛传》，最终还是穿进宫斗剧片场了。平西大经理，草包美人，入宫参选。这配置，妥妥的宫斗前期炮灰啊！根据套路，3秒之内必有刁民想害朕。小姐，表小姐邀您去看后花园新开的牡丹呢。但是我看她眼神不太对，而且奴婢还瞧见那个平时对你总嬉皮笑脸的王公子，他也鬼鬼祟祟的往后花园去了。妹妹，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没事吧？妹妹，你怎能如此不顾廉耻？这全身上下都被摸遍了，这还怎么进宫啊？就是，真是不是呀！柳如烟，你居然敢算计我！好家伙，开局就是落水师姐被迫嫁人，让出选秀资格的经典套餐。季里这表姐心比天高，奈何是庶出又家道中落，只能记住我家。只要我这嫡女出了岔子，她就能顶替我入宫。哼，以为我这800遍《甄嬛传》白看的？翠果，哦不，小桃红，快去叫我娘，给我配齐20个丫鬟。要腿脚快的、眼睛毒的、嗓门大的、架盘稳的，给我组成人墙。哦不，是组成钢铁长城。表姐，哎，好妹妹，几日不见，姐姐都想死你了。你看这池边的牡丹开得多娇艳。其实姐姐有几句提醒话，只能跟你说。表姐，还帅我做什么呀？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的，女人家要体面。你嚷嚷什么呀？哎呀，姐姐是想跟你去安静处说。哦，安静处啊，表姐，你是不是又想跟我说你有多羡慕我能入宫，你有多希望自己也能入宫，甚至还希望我出点事自己带起我入宫啊？你胡说什么呢？我是你表姐，我能害你吗？想推我下水，你没门呀！小桃花。你们李明月，你又在发什么疯？竹本响，听我言，大夫说我八字轻，进水犯晕要当心，万一狡猾落了水，外男相救手一伸，尸身天衣众人见，闲话传遍坏名分，名节若损难修补，家族荣光化云土，化尘土啊！你怎么是男的？你这个草包，凭什么你能进宫？我比你聪明，比你守规矩。表姐，省省吧，《甄嬛传》里夏冬春第1集就领盒饭了，你这套路比他还老。宫里面水那么深，就你这点本事，哼，进去估计都活不过片头曲。何谓《甄嬛传》？夏冬春又是谁？收工！你放开！你给我等着！就算你进宫了，也不会有好下场。宅斗热身赛完毕，该进宫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平西大将军嫡女李明月，玉质名门，性禀端庄，可册封为皇后，于3日后及时入主凤仪宫，钦此。好家伙，
跳过答应常在，直接成皇后，这开局是氪金了吧？不过位分越高，死得越惨，这绝对是地狱级挑战模式啊！我爹和我哥都是功高盖主的大将军，按照宫斗剧定律，皇上迟早要鸟尽弓藏。不行，我得支棱起来。谢主。谢皇上，隆恩。哎呀，明月啊，光宗耀祖啊，以后咱老李家可就靠你了。哎，但是宫里啊，可不如家里，万事要小心啊。拿了它。爹，你就放心吧。哎呀，毕竟你女儿我可是带着《甄嬛传》《金枝玉孽》《宫心计》全集精华穿来的。哎呀，宫斗我专业对口。第一步必须坐稳后位，活下去。第二步得想想，万一这个皇帝容不下我们李家，我该怎么办？他要是敢动我和我家，姐就提前给他办退休。老爷。其实我明白，结局会分开。我还在抱着手机傻傻期待。皇后驾到！爱或者被爱，你留下的衣服还在阳台。凤仪宫听起来就是事故高发区。根据宫斗定律，新装修的房子必有隐藏摄像头。啊，不对，是隐藏毒药。来人，给本宫把这凤仪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掘地3尺。娘娘，这是何意呀？昨日这凤仪宫风采彻底的，扫得掉的是灰尘，扫不掉的是人心呐！本宫这是防患于未然。花盆底下，砌砖缝里，房梁之上，床板夹层，一处都不能放过。谁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就藏着前朝留下或者是今朝新进的新型毒药？哎，还不快去！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去呀！你也去。我，我也去。哎呦，那边怎么回事啊？那就是一卷废纸，动它干什么呀？娘娘，我们这会不会太……嘘，一点都不夸张。这都是用无数宫斗师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呢。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一个。挖出来了，娘娘，娘娘，在离我们宫10里外，在太后娘娘的寿康宫墙根下，我们挖到了这个。这是什么？娘娘，这是麝香。麝香？这就是麝香啊！藏得这么深，这都想得出来啊！这难道是太后娘娘她笨啊！太后她老人家都已经绝经多年了，她有这麝香做什么？泡茶喝啊？所以，这一定是有人想一箭双雕，等日后宫里宠妃有孕，再偶然发现了这麝香，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本宫，人证物证皆在，那本宫想残害皇嗣、谋反太后的罪名，那不就坐实了？所以，真相只有一个。此人的脑子和手段，哼，是老古董级别的。
好了，我们埋在宫外的引子被发现了。什么？那地方隐蔽的雷域花园的耗子都找不到，这个李明月他是有狗鼻子吗？本宫布局3年的完美计划全完了。这花瓶，昨日是谁擦拭的？是奴婢。娘娘，这《甄嬛传》教导我们，舒痕胶不仅会藏在盒子里，还有可能会藏在瓶子的内壁。本宫不怪你，只是下次记得用热水和皂角里外冲洗3次。是，皇后娘娘。宫斗放马过来吧，姐的《甄嬛传》题库早已饥渴难耐了。这后宫我来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保命是后宫生存的不二法则。小桃红，现在立刻去检查本宫的寝宫。是。还有你们，皇上、太后、贵妃的寝宫里，帮我通通去打扫一遍。尤其是那些犄角旮旯，帮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麝香啦、毒药啦、绣着本宫名字的蛊毒娃娃啦。是。研墨苔，挥笔一脉，书卷中添七彩。谁年白，岁岁哀哀，蓦然间不自在。是一块，自成挺胸抬背，先寻出小妖怪。腿绷紧点儿。热尘埃，你是否应该把一阵情都来？过几许，往昔时，逃不过命运安排。 3年，整整3年。姐凭借800遍《甄嬛传》刷漆经验，终于把这后宫打造成了我熟悉的高危地图。嫔妾林婉音参见皇后娘娘。哦，这气质，这模样，不就是皇上的白月光本尊吗？小白花，苦情女主，真是我见犹怜呢。需重点观察。林妹妹不必多礼，快请起吧。娘娘，这湖光山色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不如嫔妾陪你走近些观看吧。哎，来了，湖边高危预警，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站在这儿看，风景一样好啊。娘娘，你为何要推嫔妾？娘娘，娘娘，这湖怎么是干的呀？这湖里的水呢？这湖里的水呢？哦，你说这个湖啊？本宫觉得这个宫里有个真湖太危险了，容易滋生蚊虫，容易失足落水，容易遭人陷害，所以就找人抽干了，填平了。娘娘，使不得呀！娘娘，好歹也是一姐儿，抽干了多难看呀！若是皇上和太后怪罪，难看总比没命强。你想想啊，这《甄嬛传》里面有多少场大戏都是在这湖边拍的，什么推人下水，什么扔东西陷害。要我说，这湖边简直就是事故高发区。本宫这是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这《甄嬛传》，总管，咱们娘娘这是防患于未然。没错，等真出了事，你哭都来不及。赶紧的，今天之内把这湖给我抽干。这是啊，这是由宫廷顶级画师画上去的，怎么样，逼真吧？哎，阳光照上去还会反光呢。本宫觉得这是安全性
与美观性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这啥？这是画上去的。皇后娘娘，你为什么呀？哎呀，行了，别演了，皇上不会来了。自从见了这个人工湖，皇上每次来到这儿都躲着走。本宫还说想给他画艘船上去呢，不知道为什么皇上就是接受不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没看到林妹妹都摔到湖里了，还不快去太医院，请8个太医来给林妹妹会诊。记住，务必要确保林妹妹安全无恙，尤其是脑袋。林妹妹，下次再想演戏，记得提前考察一下实地场景，用本宫改良过的场景演老掉牙的剧本，是会穿帮的。李明月，你给我等着！哎，那不是林婉音吗？她在那儿干嘛？哼，自古以来，男人都抵御不了白月光的威力。李明月，你都没有我这张白月光的脸，还敢跟我争宠？切，不自量力！是皇上，皇上来了！啊，林婉音在用她那张白月光的脸偶遇皇上。不是，娘娘，你怎么还有闲心嗑瓜子啊？你是一点也不急啊？急什么？好戏还在后头呢。皇上，皇上，你别过来啊！退！皇上！娘娘，皇上看到那张跟白月光有7分相似的脸，为什么非但没有惊喜，反而十分厌烦，直接让他退下了？当然会厌烦，让谁在这3个月里连续见到299个和自己白月光长得像的女人，都会 PTSD 的吧？哦，原来是那些女人。在宫斗文里，白月光乃后宫禁忌，此证不除，后宫永无宁日。按图所记，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与画像有3分以上相似的女子，不论出身，通通送入宫中。婉婉，是你吗？第一个，他欣喜若狂，风飞。你也有婉婉的神韵。第二个，他喜出望外，风平。飘来又拂去，去来又山君去无语。这个背影好像婉婉啊！怎么这么多婉婉啊？皇上，皇上！这不要泪清了，这现在看到这张脸就想吐。不要，够了！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他现在做梦都在求白月光放过他，看到那张款式的脸，就条件反射性的胃酸逆流。本宫这招啊，叫做脱敏疗法。皇上，这才是根治您恋爱脑的良药啊！这下看那个林昭仪还敢不敢在你面前嚣张了。不过娘娘，为什么在寻找白月光的过程中，
您还让我留意长得像先帝的帅哥啊！《甄嬛传》教导我们，万一大结局皇上不听话，得屠龙保命。万一这个老板破产，得提前准备点优质储备干部嘛。储备干部？娘娘，最近林婉音那儿一点动静都没有，估计啊是不敢惹咱们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那个林婉音开局就玩落水陷害，虽然是老套路吧，但至少说明她是个有上进心的。那她接下来会怎么做啊？接下来，按照剧情发展，陷害不成就该上才艺了，不是失传的舞，就是绝版的曲。反正总得整点天命之女的配置出来。哼，我倒是很想看看，在他的传统剧本和我的反套路规则碰撞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这后宫终于又有点新乐子了。皇后不过是运气好，这次万寿宴，我苦练的惊鸿舞乃是失传已久的绝技。明日万寿宴，我一舞倾城，定能挽回皇上的心。娘娘舞姿绝世，皇上必定惊艳。哼，等本宫得宠，定要让皇后知道，谁才是这后宫中真正的赢家。哼。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哪个男人能拒绝一个我这么惊才绝艳的女人啊？皇帝更不能。惊鸿舞，惊鸿舞，前朝皇室秘舞，失传已有100年，就连朕的宫廷乐师都不会。你从何学来？说，你与前朝余孽是何关系？是否一头不轨？搞定！知识改变命运计划成功。哼！皇上，这是最近市面流传的话本，讲的是前朝遗孤的故事。您批阅奏章累了，不妨听听，解解闷儿。只见那亡国公主身姿曼妙，一舞惊鸿。此舞乃前朝宫廷不传之秘，他以此舞接近皇子，意图复国。那奸细歌姬一曲霓裳，动人肺腑。此曲早已失传，他便是借此传递情报。他会失传已久的苏绣双面针法，绣品中暗藏玄机地图。为前朝失传之物者，必是前朝余孽，其心可诛。陛下明鉴，臣妾只是偶然收留了一位前朝的舞姬。主要失传记忆太多了，我实在没办法预判，所以我干脆找人写了10个亡国公主复仇的话本子，让太监不经意地念给皇上听罢了。看来皇上这生性多疑的毛病，偶尔也是能派上用场的嘛。拉下去！别！不要啊，皇上！不要啊！不要啊，皇上！不要啊！娘娘，皇上也太狠心了！您不过跳了一支舞，皇上竟然将您从昭仪贬为了最末等的才女。才女又如何？
只要我还在这宫里，就还有机会。皇上那里是行不通了。不过我打听到，太后娘娘最近身体欠安，还在静养，这是个机会。娘娘，您是想孝心，永远是最好的敲门砖。把我那本《金刚经》拿来，我要亲手抄录，为太后娘娘祈福。是。臣妾才女林氏，听闻太后娘娘凤体为和，心中忧惧，特手抄佛经100遍，为娘娘祈福，愿娘娘凤体安康。林才女有心了，不过太后娘娘说了，她老人家静养期间不见任何人，心意领了，东西就不必了。哎呀，今日这御花园的空气不太干净啊！娘娘，果然如你所料，林才女想去给太后送亲手抄的佛经，被拦在门外了。我早就跟太后她老人家通过气了，就说近日宫里有股歪风邪气，有些人呢总爱靠模仿已故贵人的笔记和习惯来接近他，图谋不轨。太后她老人家最重安全，自然谁都不允许接近。《甄嬛传》里沈眉庄就是靠这招翻身的，我能不防着点吗？这后宫女子最终的倚仗，终究是子嗣。只要我怀上龙种，一切就能有翻身的机会。可是娘娘，皇上不曾召醒您啊！大胆！那我还不会想办法吗？真有些饿了，去取些点心来。这陛下，方才林才女送来一碗冰糖雪梨羹，说是能润肺降燥，您看。只要皇上喝下，我就能。今日这地龙是不是有些太旺了？朕怎么浑身燥热？朕出去透透气。这不必跟着。莫非是近日操劳过度了，上火了？皇上，万福金安。今晚月色很美，皇上也来散步了吗？这林婉音的确是婀娜多姿啊，之前朕竟把她当作敌国细作了。林才女也在赏月吗？是啊，皇上。皇上，明美人，小心着凉。夜深路重，
朕送你回宫吧。成功了。昨夜，朕好像是在御花园遇到了林才女，然后罢了。赏。是。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李明月，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娘娘，惊天大事！林才女，哦不对，林美人她有孕了。真的？娘娘，您怎么还高兴上了？您怎么还高兴上了？她要是生了皇子，不就爬到您的头上了？你懂什么？等了那么久，经典运妃陷害皇后的副本终于上线了，这可是宫斗剧的精华篇章，史诗级任务啊！小桃红，你记住，后宫里一个妃嫔怀孕，通常意味着4件事。第一件，她是众矢之的；第二件，她是碰瓷首选；第三件，她是攻击皇后的重要道具；第4件，没了。快，把本宫的宫斗应急预案运妃篇拿来，让本宫看看她第一步会怎么走。是。首先，她会假装孕吐严重，博取同情。这其次呢，她会暗示御膳房，苛待，说本宫指使。这第3步啊，她会意外摔倒，或者是收到匿名的麝香荷包。这最后一步呢，生产时上演一出巨母流子，或者是产婆失踪的大戏，目标直指本宫。这都是《甄嬛传》里面华妃和安陵容前辈们的经验呢。娘娘，您真是高瞻远瞩。走吧，我们去给林美人送一份大礼。走。来了，李明月终于来送礼了。无论他送什么，我都能做文章。哎呦，林美人快快请起！林美人有孕，实乃宫中之福。本宫思前想后，给林美人准备了一份稳如泰山的厚礼，保佑你与皇嗣平安顺遂。嫔妾多谢皇后娘娘，嫔妾定将此物放在床头，日夜朝拜。啊？放在床头？你确定吗？这是……此物名曰福寿安康白玉山，你看这材质，上等和田玉边角料，哦不，上等白玉。你看这结构，层层叠叠，寓意着步步高升啊！还有这个福字是本宫亲自监督画工设计的，寓意非凡。娘娘，嫔妾寝宫狭小，实在是放不下此等厚礼啊。好像确实有点小哈。那要不干脆放在院子里得了，反正风吹日晒雨淋，它都不怕，结实得很。不，娘娘厚爱，嫔妾岂能辜负？我定会将它放在寝宫内，日夜观摩，感受娘娘如山般的关怀。不放在屋里怎么做文章？哦，放在寝宫里。那好吧，既然林美人如此坚持，那本宫也不好阻拦。
有请内科太医、外科太医、妇科太医、儿科太医、药理太医、风水太医入场。参见娘娘。诸位太医，林美人心怀皇嗣，谨慎至极。为确保万无一失，还请诸位太医从医理、药理、生理、风水等各个方面，给本宫和林美人一个权威的论断。此物置于室内，于皇嗣和孕妇是否有碍？是。回娘娘，此物质地坚硬，无粉尘掉落，毫无吸入性风险。娘娘，此玉无特殊气味，不会引起孕吐等不适。此山坐北朝南，玉乃石中之精，有镇宅安神之效。尤其这个福字聚气纳祥，对安胎那是理论上大有裨益呀。从心理层面上来看，此物形极巍峨，颜色纯白，可使观赏者心情开阔，避免抑郁。对了，当然，若观赏者觉得此物过于特殊，则会适得其反。综上所述，皇后娘娘，此福寿安康白玉山，无毒无味，但有点涩。风水上佳，是馈赠孕妇之佳品呐。如此，那本宫便安心了。林妹妹是不是还不放心啊？本宫这就以身试毒。来来来，嘿嘿，林美人，本宫已经亲自替你试过了，物理接触安全无毒。本宫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些了。这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差了，本宫这一片苦心。哎，看来林美人许是孕期反应太严重。哎，来人，快把林美人扶回房间休息去，记住，务必要保证皇嗣安全。是。搞定，送李安检资政一条龙服务，看你还怎么栽赃了。我好了，娘娘，娘娘，我好了。贵妃和淑妃他们送来了各式各样的假山，咱们宫里现在已经变成了御花园假山飞山了。什么？娘娘，娘娘慢点，娘娘，娘娘你慢点。这后宫还有没有正常人啊？娘娘，林美人那边摔了一跤，见了红，说是要小产了。皇上太后都已经过去了，她口口声声说是您长期苛待她。终于来了，等得我花都谢了。快，去给本宫把那把最结实的团扇拿上。今天这出大戏，本宫绝对不能错过。皇上，太后，你们要为嫔妾做主啊！皇后娘娘她长期命人给嫔妾送剩菜剩饭，臣妾体弱不敢多言，但今日又在宫中发现了这谋设想，真是皇后所为，嫔妾的孩子死得好冤啊！我靠，这演技，这道具，这台词，完美复刻经典桥段，奥斯卡都欠他一座小金人。不行了，不行了，别笑，好辛苦，肚子好痛。有何解释？
林妹妹，你怎可如此血口喷人呢？嫔妾不求别的，只求皇上和太后能为嫔妾主持公道，把祸害嫔妾孩儿的罪魁祸首处置。嫔妾的命不重要，但皇嗣何其珍贵啊！皇后娘娘，你要为此事付出代价。皇母，请讲。我吗？当然。经典韵妃碰瓷皇后副本终极 BOSS 战，接的反陷害应急预案终于要迎来高光时刻了，激动！谋害皇嗣，该当死罪。皇上，您说该如何处置他呀？皇后，你可知罪？皇后，你是说哀家谋害亲皇孙，你要治哀家的罪？不是，你们是皇后，我十分理解林妹妹现在的心情。不过，林妹妹宫中的膳食是由太后娘娘宫中的小厨房亲自负责，记录在案，且有专人护送。本宫的手就算再长，也不可能伸到太后娘娘宫中吧？啊！我就在防止宫中妃嫔怀孕陷害，早就把这个锅甩给太后了。皇后除了送那块石头，什么都没干。皇后啊，她有病。看见怀孕的女子就浑身起疹子、呕吐、发抖、口吐白沫。皇后乃一国之母，为了维护皇家的颜面，这件事谁都没告诉，连宫中的嫔妃都不知道。哀家只好接管宫中怀孕嫔妃的日常，你的饭菜，哀家更是亲自过目。如果这件事属实，那么动手的只能是哀家。嫔妾不是这个意思，嫔妾可能是误会什么了，我是太担心皇嗣了，太着急了。不过你说这寝宫中有麝香，上个月内务府刚刚统一大扫除，宫中妃嫔所有物品皆入库在册，唯独麝香没有入库在册。还是说这东西跟林妹妹你一样，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难道你是说是这由太医认证过无毒无害，且被本宫亲自舔过的福寿安康白玉山，是他在半夜偷偷变出了馊饭和麝香？林美人，无证构陷中宫，但念在刚经历丧子之痛，略奉简办，禁足思过。娘娘，别！笑死我了！小桃，你看到了吗？他晕了，又晕了。娘娘，自从上次假孕小产后，皇上都好些日子没来了，这可怎么办呀？娘娘，没事儿，本宫没了孩子不要紧，只要别的嫔妃也没了，本宫就能成为别人的额娘了。嗯，
孩子们别哭，虽然你们的额娘不在了，但是你们还有林娘娘啊。皇子和公主还小，不能没有额娘。皇上太后，我愿意做他们的额娘，我会把他们视如己出，把最好的都留给他们的。哦呦，趁火打劫呀，演得真好。皇帝啊，林美人刚没了孩子，想必定会对他们视如己出的。林美人，以后你就是他们的额娘了。谢皇上成全，谢太后成全。李明月，不管怎么样，我是有子嗣的人，比你这个不下蛋的老母鸡强多了，看你怎么跟我争。哼！是时候给皇上和太后展示一下咱们这3年的丰硕成果了。太后，皇上，小皇子和小公主刚刚痛失了娘亲，现下急需要小朋友的陪伴，臣妾可否邀请他们去我一手创办的皇家育儿园玩耍？皇家育儿园？你有心了。皇上、太后，欢迎来参观我一手创办的皇家育儿园。真大气！皇家育儿园？放开我！放开我！真讨厌！请进来。这些全都是朕的皇子和公主。皇上、太后，你们把34皇子和28公主带来了。啥玩意儿？什么是34皇子和28公主呢？就是字面意思呗。意思就是皇上他现在已经有了34个皇子和28个公主了。怎么可能？这些真的全都是朕的皇子公主吗？回皇上，这里是33皇子在追24公主，那里是15公主在抢9公主的布娃娃。啊，刚刚摔倒的是42皇子。停，不要说了。朕记不得了。哀家也一样，看到他们头疼。我儿子真费力，被石榴抢了。祖母，是他先抢我新衣裳的，是他先打我的。好了，兄弟姐妹之间要有爱。就是你，别打我的！别打了！皇上、太后，你可得给嫔妾做主啊！皇上，贤妃她欺负我皇儿！你胡说！明明是你的孩子先动手的，你的孩子！皇后啊，这里就交给你了。哀家年纪大了，就先回了啊。朕突然想起来，还有做这么一批碗。皇上！恭送皇上，恭
送太后，臣妾一定会替你们照顾好他们的。你看到了吗？这50多个皇嗣多到他自己都嫌烦。现在呀，是供大于求，所以哪怕你这肚子里有个10个8个皇子公主，也不足为奇啊，只会让他更加心烦。50多个，怎么可能？历朝历代的皇帝不都子嗣艰难吗？李明月，这到底怎么回事？皇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孩子？一般宫斗文里呀，皇上的生育能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没有孩子多半是皇后陷害、嬉戏白月光、无心后宫等等，所以我给他安排了300个白月光替身，还有100个热烈的、哇，淡然的、有书卷气的。还有喜欢粉衣服的、黄衣服的、紫衣服的，甚至我担心他口味独特，胖成汤圆的、瘦成麻杆的、满脸麻子的，通通来一份。来吧，皇上，皇上，皇上来吧，吃不下了。哎呀，来嘛，来嘛！救命啊！皇上，姐的眼睛！皇上，皇上！那段时间，后宫简直是百花齐放，放眼望去，全是孕妇。皇上，别走吧，皇上！别过来！李明月，你不是人！耶！娘娘，你好厉害啊！没想到从3年前刚进宫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本宫给你好好讲讲，皇上他是怎么一步步从狂喜走到想自宫的。皇上想自宫，这第1幕啊，叫初为人父，欣喜若狂。见有皇子了，赏，重重有赏。嗨，那家伙，那恨不得昭告全天下，朕的江山后继有人啦！这第2幕啊，儿女双全，朕心甚慰。好啊，果然是朕的小公主，一看就聪慧。赏，按皇子令。这时候他还觉得是什么福气呢？又来一个，朕有点麻了。哎，好了啊！恭喜皇上，贺喜皇上，惠美人成功诞下6皇子。好，都好，按例赏赐。是。笑容开始职业化了。起来，我的，不管。好，恭喜皇上，贺喜皇上，李美人诞下52公主。以后这种事情就不必特意来报了。是。这个赏赐都快发不起了。娘娘，然后呢？
然后皇上就偷偷下令，想给所有嫔妃喝绝育药。什么？传朕密令，给后宫所有嫔妃都绝育了。皇上，使不得啊！皇上，皇室血脉要紧啊！血脉，朕的血脉都快泛滥成灾了。不行，必须喝。是。想断我前程，做梦！哼！公公，今日我身子不适，明日再喝。大胆奴才，竟敢谋害皇嗣！唉，只可惜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总有漏网之鱼。后来皇上被逼急了，竟然，他竟然想自己喝啊！算了，他们不绝，朕绝。去，给朕也配一碗绝育药来。皇上，不可啊！皇上，皇上不可呀！龙体关乎国本，你要是敢喝，臣就立马撞在这个龙柱上。皇上，你要是不在乎龙体，老臣就当场割了自己。臣等都割。你们这是干什么？朕只想安安稳稳的睡个觉而已。怎么这么难？所以到最后，那当然是没有合成了呀。那大臣们都以死相逼，说是他要喝的话，就集体撞柱子吧，集体割自己吧。还没有哪个史书上记载说是有那么多大臣为了哪个皇上变成太监了呢？皇上沉默，皇上衰晚，皇上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到最后，皇上就能忍就忍，实在忍不了，宠完幸之后，一人送一碗避子汤，还是被漏网之鱼躲掉了。那他就只能继续过着被孩子们包围的幸福生活喽。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娘娘，你已经3天没有好好歇息了，要不您先梳洗一下呢？梳什么洗？本宫要逆袭！哎，可是皇后娘娘那边防得密不透风的，咱们在后宫实在是……不对，一定还有办法。要不陷害他偷人？娘娘如厕，闲人回避。这哪里是如厕，这分明就是上朝。听说皇后沐浴的时候都要20个宫女守着，连只公蚊子都飞不进去。要不去勾引皇上？朕不要雷霆了，朕现在看到他的脸就想吐。够了！皇上现在看到女人就跟见了鬼似的，这还怎么玩啊？听说皇上昨晚做梦都在喊：“你不要过来呀！”想告太后也不行，太后现在连门都不开。太后娘娘说了，她老人家静养期间不见任何人。生孩子总行了吧？可是，嘿嘿嘿，本宫试过了，安全无毒。他连石头都舔，这还怎么玩啊？这还不行，这丑不行，讨好太后不行，生儿子也不行。有了。又是江南水患，年年治，年年泛滥。你们告诉朕，今年又要死多少百姓，饮多少良田？皇上息怒，此次水势凶猛，远超往年，堤坝实在难以抵挡啊！
朕要的是解决办法。你们如果再想不出良策的话，就都给我手拉着手，一起跟我跳下去，堵住缺口。去，把我父亲暗中送来的那些关于江南水患、边境布防的书籍资料拿来。是。哼。这就是江南水系图，历代治水只知道加高堤坝，却不懂疏导。只要在这几个关键位置开凿引水渠，将洪水引入闲置的湖泊。可是娘娘，您怎么会懂这些啊？我父亲曾担任江南河道监理，我自幼耳濡目染，没想到如今竟成了唯一的出路。真不想当皇帝了，朕去江南游泳吧。皇上，神作，天降神作呀！又是什么废话文学啊？回皇上，这有一份匿名呈上的治水实册。又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写的？妙啊，太妙了！这分水引流之法，这泄洪区的选址，这是何人所写？回皇上，听宋文书的小太监说，隐约看到是林美人宫中的丫鬟林婉英。竟然是她，她竟然这么有才华。果真，朕误会她了，朕疏忽了。传旨，林美人献策有功，晋升为贵妃，赐惠贵妃。告诉她，只要帮朕分忧，朕不会亏待她。是。总算有个脑子好使，还能干正事的了。娘，不好了！林婉依靠献计解决了问题，还要给她协理后宫之权，有点意思。嘿，他能在后宫失势之后，迅速找到新的突破口，并且用真才实学翻身，这份极致和魄力，倒是让本宫有点刮目相看了。可是，他要跟您分权啊！分权？啊！哎，他要是能把我眼前这些麻烦事接手过去，那我倒要谢谢他。况且你没有听过一句话“树大招风”吗？可别小瞧那些女人的嫉妒心，皇上越是宠她，她们就越是嫉妒她。是谁敢陷害本宫？Yes， 林婉英这个月被突袭了8回，这个《甄嬛传》真厉害。看来我也要狠狠恶补才行。别以为当上了贵妃就可以这么嚣张。对她而言，贵妃不是终点，皇贵妃更不是。那什么是终点？小桃红，你记住，所有宫斗剧的女主终极目标都是我身下的这把椅子，我的这个凤位。我不死，她不休。去，把这盘核桃给惠妃送过去，告诉她本宫看好她，让她继续磕。是。哎呦，娘娘，娘娘，皇后送来了核桃。李明月送这个来是什么意思？可能让您补补脑。去。后宫与前朝息息相关，李明月，你们李家功高盖主，就是最大的原罪。我不信皇上心里头没有这根刺，我要借皇上的手，将你们李家连根拔起。爱妃啊，你上次的治水之策
真是立了大功。江南的百姓在夸朕有这个贤内助呢。皇上过誉了，臣妾不过是尽了些绵薄之力，若是能为皇上分忧，是臣妾的福分。爱妃，若后宫众人都像你这般懂事的话，该多好啊！臣妾只是不想让皇上担忧，若是能为您多分担一些。爱妃，你可是又想到什么好主意了？皇上，臣妾听闻边关粮草迟迟未到，将士们今年冬天怕是不好过啊。互不说，粮食收成不好，粮草筹备呢，需要时间。可是臣妾听闻李将军边关声望极高，说是连粮食这点小事都要麻烦朝廷。爱妃的意思是？臣妾不敢妄言，只是觉得李将军坐拥边关数十万大军，又深得边关百姓爱戴，自古以来边关最容易产生不一样的心思，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看一看李将军家的忠心。还是爱妃最懂朕的心思。这确实是朕睡不着吃不好的症结所在。他们李家3个大将军，女儿又是位列中宫，完全是功高盖主。据传来的消息，边关只知道李家军，不知道朕这个皇帝。他手握的兵权都是国之根本，实在是不能妄动。不过如何试探？皇上圣明，边关粮草向来由朝廷供给，若延迟数月，这万一边关失守？皇上莫要担心，只是延迟，不是不给。若李将军忠心，自会想办法解决；若他心生怨怼，还是爱妃考虑的长远。爱妃，若是能替朕解决这个难题的话，中宫的皇后之位，未尝不可以变一变。传旨，边关粮草暂缓3月。李明月，你能防住后宫的明枪暗箭，可能防住这前朝的惊涛骇浪。父亲，朝廷的粮草又推迟了，这已经是第3次了。将士们还能撑多久？最多半个月。我们的布防图似乎也泄露了，突厥骑兵总能找到我们最薄弱的位置。给宫里捎个消息，让明月小心。娘娘，将军让您小心，朝中有人在对粮草做手脚。转赛道了，从后宫综艺转战前朝职场了。知道宫斗没用，打算在前朝做手脚啦？好吧，既然你跳进来，那就别怪我把这潭水搅得更浑一些。看来我的换老板计划操作起来更方便了。林婉音，你可真是我的福将啊！父亲大人安好，宫中一切皆在女儿掌控，然树欲静而风不止。望父兄于边关谨慎言行，重兵在握，勿于人口实。女儿在宫中方能稳坐钓鱼台。来，这2封信，一封交给我爹，另外一封交给我们江南的人。记住，一定要万无一失。是。爹呀，你可要抓紧兵权，
谁忽悠你，可都不能信啊！你闺女我能不能在宫中实现宏伟的换老板目标，可就看你手里的家伙硬不硬了。林婉音，你以为你在利用皇上的猜忌，殊不知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父亲，军中已经断粮7日，将士们饥寒交迫，突厥骑兵也已至3里之外。传令下去，放弃3座城池。啊！真的要放弃3座城池？放！宁远来信说，这是固肉计。不好了，不好了！陛下，李将军在与突厥对战中大败。什么？皇上，看来李将军的确难担起大任。传旨，命平西大将军李胜即刻进京，不得带一兵一卒。是。娘娘，娘娘，皇后娘娘金安。惠贵妃近日很是得宠啊，臣妾不过是尽本分罢了，全靠皇上垂怜。就是姐姐最近，怕是要倒霉了。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后李氏其父丧城失地，罪不可赦。即日起禁足凤仪宫，不得外出，钦此。皇后娘娘，您也有今天。臣妾还记得当年也好得意啊，好像无论臣妾做什么都是无用的。但现在，您说，你爹和你那2个阿兄的命能不能保得住？你猜，他们是会被腰斩，还是会被处以别的极刑？你放心，我会时时刻刻的向你汇报他们的惨状，让你分毫不落。惠贵妃今日这身装扮很别致啊。别致吧？这身衣裳啊，原来是姐姐你的，但现在被皇上特意赏给我了。本宫打算穿这身新衣裳去接你那个要死的阿爹和阿兄。娘娘，您都被禁足了，怎么还这么淡定啊？禁足好啊，正好，清静清静。可是林婉音都快爬到您头上了，皇上把你禁足，林婉音穿着凤袍在城墙上等着抓将军呢。急什么呀？好像要在后面呢。进来。娘娘，你去给我直播一下城楼上现在的盛况。娘娘，直播是？就是用眼睛盯着，随时回来汇报。是。娘娘，来了，传旨的太监回来了。然后呢？将军呢？就太监一个人回来了，灰头土脸的。哦，描述一下惠贵妃的具体表情变化。惠妃娘娘的脸，先是白的，再是青的，最后变成紫的，跟调色盘似的。然后呢？他就揪着太监的衣领子就问：“李将军呢？”太监说将军让他带句话。什么话？将军说，边关战事吃紧，没空陪京城的大人们玩过家家。还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反了，全都反了！李家是要造反吗？既然他不仁，那就别怪我们不义了。爱妃有何良策？散布消息，就说李将军通敌叛国。娘娘，将军那可是抗旨啊！很快啊，就无旨可抗了。我爹他功高盖主，有超级多的民心，而且还有15万大军呢。在任何一本宫斗文小说里，被皇上单枪匹马召回的将军，几乎没有一个能善终的。所以我提早就给我爹写信，让他无论如何都不要回来，配合我演一出大戏。只可惜我爹那个犟老头，他觉得先帝对他有知遇之恩，他誓死都要效忠先帝，哪怕先帝对他说要他全家的命，他也只可能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那娘娘您是怎么办到的呀？我就在想，既然他誓死都要效忠先帝，那我就让他效忠于先帝真正的血脉好了。我就先告诉他，现在的皇帝并不是先帝真正的血脉，他是一个冒牌货啊！众所周知，宫斗文男主10个里面有8个半都有一段不可触碰的过往，要么童年阴影，要么白月光早逝，要么身世成谜。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跟你斗的不是妃嫔，而是皇帝本人。我看了800遍《甄嬛传》，得出的最强心得就是，你的对手不是华妃，也不是皇后，而是那个坐在龙椅上掌握着你生死大权的人。你看他这段经历，皇帝12岁那年因病出宫了，在路上遇到了他心爱的白月光，2个人在一起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皇帝15岁那年遇刺，他身边伺候的所有宫人全都死了，最后白月光为了给他挡箭身亡。所以在他12岁到16岁这整整4年，所有见过他的人都死了。那在他逃亡的时候身份被调换，这个不过分吧？此计名为狸猫换太子，这简直是身份替换的黄金模板啊！那么我所有的布局，比如送替身让他人设崩塌，再比如多生孩子让他父爱浩劫，那都不是在争宠，而是在削弱他这个皇帝权威的合法性。原来是这样啊，难怪娘娘您之前让我去找那个长得像先帝的男人。找到合适的人选了吗？找到一个，相貌与先帝有7分相似，年龄也很合适，是个落魄书生。不要说了，带他来见我，记住，一定要万无一失。是。像，鼻子像，哎，眼睛也像，就是气质差了点儿。这位夫人，您找在下是？你想不想当皇帝呀？可是将军是怎么相信他真的是先帝的血脉的？我翻遍了宫廷秘录，连先帝每天穿什么颜色的袜子我都查清楚了。他和先帝
同样对桂花过敏，他和先帝有同样的遗传疾病，再加上我后来告诉他可以装可爱，不，可以装可怜，然后再无意间的展现出这些年受的苦、被追杀的伤痕。你别管这招查不查，反正我爹信了。将军，娘临死前才告诉我身世，说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可来投靠将军。先帝啊，老臣对不起您啊，殿下！将军，不可呀！殿下，不可呀！将军，殿下！将军，殿下，将军，我不求能认祖归宗，只求能祭拜一下父皇。殿下放心，老臣定当帮您找回公道。多谢将军。怪不得娘娘您这几天一点都不慌。皇上召将军一个人回京的时候，我可真的吓坏了。我的确是没有办法干涉前朝，但我可以干涉我爹呀。现在我爹就要带着15万大军来清君侧，下一步就是要把那个不露面的真皇子请回来。太好了！这下林婉音就没有任何可以欺压您的实力了。哼，林婉音，谢谢你在前朝帮我激化矛盾，你烧的这把火刚好帮我要拥立的新君。诸位可知，如今啊，这陛下并非先帝所生啊！还有这事儿？快说！你快说说。真正的皇子流落民间，如今正要认祖归宗。你们听说了吗？咱们这个皇帝是个假的，真假千金的事听过不少，真假皇帝还真是第一回见。我就觉得他们这个真假，你先听我跟你说，之前废物都是废物，李胜拥兵50万，却连失3城，朕召他回京，他竟敢违抗圣旨，他是不是通敌叛国了？皇上息怒，李将军用兵如神，此次失利，老臣听闻是因为前方军饷和粮草迟迟未到，将士们饥寒交迫，实在无心应战啊！谁都知道粮草是皇上您亲自下令卡住的，这会儿骂人通敌，有点不讲究啊！皇上，国库确实有些吃紧，调度需要时间。调度了3个月，蚂蚁爬都该爬到了。你就算是粮草不济，那不防图泄露又作何解释？皇上，800里加急啊！皇上，一位自称先帝血脉的义士，在边境组织了乡勇，协助守城，身先士卒，浑身是血，仍死战不退，暂时守住了防线，百姓皆称其为真龙。他站在残破的城墙上怒吼，对李将军说：“先帝曾告诫于他，犯我边境者必诛，哪怕搭上他那条命，也不能把城门让给这些蛮夷。”现在京城都传开了，说真假千金的事听过不少，真假皇上的事倒是头一次听。危难之际，方显忠贞啊！这边是假皇子浴血奋战，那边是皇上克扣自己将士的粮草，这对比，一派胡言！什么先帝血脉，那是逆贼，是李贼找来的冒牌货。查，去给朕查！当年伺候过朕的老人一定还活着的，找到他们，证明朕的身份。皇上，老奴暗中查访了，当年伺候您出宫，经历过追杀的旧人，不是意外溺亡，就是远走他乡，就在这几个月里，都消失了。消失了？
怎么会这么巧？听说是皇后娘娘，她3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些老人的生计，时常派人探望啊。李明月，一定是李明月，他早就知不着了一切。娘娘，皇上果然派人去找他当年的旧人了。哼，找呗，能找到算我输。娘娘，您为什么就那么肯定他们找不到啊？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人，早就已经不在京城了，而且我敢保证，他们回不来了。高，实在是高。皇后呢？皇上，皇后娘娘正在静养，不见外人。朕想见皇后。这是皇帝。娘娘说了，尤其是皇上您，更不能见。这个就叫打蛇打7寸。他能光明正大的质疑并且仇恨我爹功高盖主的前提是，他是那个主人，他现在都没办法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这不就好笑了吗？明月，皇后，朕知道你在里面，你开门，朕求你了。王氏，是朕不对，朕听信谗言，朕向你道歉。你就看在咱们夫妻多年的情分上，你帮朕证明身份吧。只要你帮朕证明，朕就废了林婉英，立你为唯一的皇后。哦不，朕与你共享天下，如何？皇上，您这是说的哪门子话呀？臣妾一个深宫妇人，久被禁足，连门都出不去，如何能证明您真龙之身啊？这满朝文武，宗室亲王都做不到的事，臣妾哪儿做得到啊？明月，你可以的。朕知道你手段通天，你帮帮朕吧。皇上，臣妾爱莫能助。夜深了，您还是早点回去吧。小桃红，我们走。是。明月，你帮帮朕好不好？共享江山，笑死！如果我今天答应了你，那么同样的事情过不了几年又会重演，你还会再次对付我爹，对付我，对付我们全家。等你证明了身份，这天下是谁的还不一定呢。况且我才是幕后主使啊！我要是答应了你，那我这几年岂不是白干了？现在知道求饶了？哼，晚了。只要帮皇上度过此劫，本宫就是皇上的头号功臣。那个皇后之位，娘娘运筹帷幄，后位指日可待。上旨到！来了，定是皇上又给我什么赏赐或权利了。娘娘，皇上从咱们这儿回去后，就直接往惠妃那儿去了，看样子是气坏了，要拿他出气呢。典型的无能狂怒，找个软柿子捏。把窗户打开，本宫要听听动静。臣妾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惠妃林氏心术不正，屡禁谗言，祸乱朝纲。即日起，褫夺封号，废为庶人，打入天牢。钦此。娘娘接旨吧。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让我实现皇上，我为他立过功，我为他出过色。娘娘，拖下去。
看到惠贵妃，哦不，林树人那张脸，立的就跟御花园里的黄瓜似的。这叫弃车保帅。可惜啊，他弃了车，最后连帅也快没了。他又忘了一句话，叫狗急了不仅会跳墙，还会咬人呢。哎呀，怎么会这样？好啊，你们不是要证据吗？好，朕给你们证据。民间有古法，可滴骨认亲，开先帝灵起，取遗骨。朕要与先帝滴血验亲，看你们还有何话说？我先帝的坟，简直是骇人听闻啊！是啊，骇人听闻。皇上，你疯魔了不成？惊动先帝英灵，此乃大不孝，天理不容。对呀，不可，万万不可，不可呀！不可呀！这是能证明朕的身份的唯一办法，必须开棺。等等！哎呀，桃红姐姐，这活我可干不了，那是要被杀头的，不可，万万不可呀！去你的吧！不！这就对了嘛。哎呀，这是皇子吗？我承认我是假的，我是冒充的。假的呀！假的！他承认了。这，你看啊！这什么呀？这父皇，儿臣不孝，儿臣宁愿永生永世都不做这个皇子，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您的在天之灵受人所打扰。这皇位，你拿走吧。皇子的身份，我也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只求各位能放过我父皇，不，放过先帝。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我宁愿去死，也不愿意动先帝的遗骨。这要困人先帝了。坏了，草率了，我该跟他一起磕一磕他。你看看，这才是为人子者的孝心呢。一个要挖爹的坟证明自己，一个宁可不要身份还要保爹的安宁，这高下立判，高下立判呐！是好孩子，先帝在天有灵，一定会认你这个儿子的。你们，他那是装的，他在收买人心啊！皇上，即便不论孝道，老臣有一事不明，还想请教。何事？先皇在位时，后宫嫔妃不过10数人，子嗣亦不算繁盛，为何到了您这里，后宫妃嫔数百，皇子公主有60余位？这般龙马，似乎与先帝一脉相差甚远啊！是啊，哎呀，就是啊，是啊，朕说的对呀，这该如何是好？难道要说这都是皇后李明月给朕塞的女人，朕被迫雨露均沾吗？这说出去谁信呢？简直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莫非正是因为血脉不正，所以才广纳妃嫔，多生子嗣，以此来混淆视听，掩盖真相？这说的对呀！对呀，说的没错。强词夺理，胡说八道！朕的亲生母亲就在宫中，只要朕当众滴血验亲，看你们谁还敢质疑朕的身份！母后，你救救儿子吧！现在满朝文武都在质疑儿子的身份，只有您能证明儿子的清白了。
孩儿快请起。你是母后10月怀胎生下来的，还能有假吗？口说无凭啊，母后，我们不如今晚就当众滴血验亲，用事实去堵住那悠悠众口。好，就依皇儿的，我倒要看看，谁还敢胡说。来了来了！经典保留节目《滴血验亲》现场直播，幸好我早有准备。那个端水的太监3年前他老家弟弟犯事，就是我让人暗中平掉的，他对我可是感恩戴德呢。母后，得罪了。哎呦，这样吧，管什么这个呀啊！不行，看就是梅荣吗？这没错，就是这怎么可能？你明明是哀家亲生的，这水一定有问题。太后娘娘，皇上，这水是奴才刚从井里新打的，绝无问题啊！娘娘，你往水里加了什么？是您说的那个什么《甄嬛传》里的白矾吗？白矾？切，那只是低级手段，姐玩的是高端局。我往里面加了几滴特制清油，这玩意儿无色无味，银针都试不出来，但是能完美隔绝血液不相容。看到了没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母后，我是你亲生的呀。可是太后，皇上，不，此事看来确有蹊跷。你到底是谁？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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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传太医，快传太医啊！搞定，完美谢幕。这下连他亲妈都不认识他了，我看他还怎么蹦跶。小桃红，收工。娘娘，您这是算无一策，这下连太后都不认他了。哎呀，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锤，人性啊，就是这么真实又好玩。诸位同僚，情况已然明了，殿上那位非但与先帝血脉不通，就连太后也……报！突厥使者求见。啊，突厥！哎呦，这，哎，他们来做什么？宣。尊敬的天朝皇帝，哦不，是我们伟大的突厥可汗派往天朝的秘密特使明申大人。我们可汗让我来问问，您答应的下一份布防图什么时候能到手啊？边关的3座城谢了。布防图3座城呢？三座城真是这么丢的？怎么会这样？不可以！胡说！朕根本就不认识你们可汗，你这是污蔑！特使大人，您就别装了。当初不是您联系我们，说只要帮您稳住皇位，就割让边境10城吗？10城？现在才3座，您就想赖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怪不得粮草被劫，布防图泄露，就连城池都丢得如此蹊跷，这一切说得通了。明胜，你身为突厥细作，窃取地位，如今还要卖国求荣，真是我等瞎了眼。就是，先帝呀，老臣对不起你呀！此等奸佞，祸乱朝纲多年，甚至欲惊动先帝陵寝，实乃人神共愤。对，人神共愤。狗皇帝下台！皇帝下台！下台！下台！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这是真的，这是皇帝，是李明月，都是李明月搞的鬼。
请宰相与宗室亲王主持大局，废黜此僚，迎奉先帝正统血脉登基，以安天下。请宰相主持大局，废黜伪帝，匡扶正统。宁商，你有何话说？突厥使者只认你为细作，证据确凿。证据？他那是污蔑！朕是皇帝，朕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将士？为什么要泄露布防图？这对朕有好处吗？是啊，对呀，一个皇上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好处就是借此机会铲除功高盖主的李将军，收回兵权。皇上，莫非您要说，您结粮草泄露布防图，就是为了陷害李将军，好把他骗回京城除掉？这岂不是坐实了您猜忌忠良、自毁长城？朕现在怎么解释都不对，承认是细作是死罪，承认是陷害忠良更是失德昏君，同样完蛋。昏君呢？昏君呢？不是朕，是李婉英，都是李婉英那个贱人出的馊主意，是他怂恿朕试探李胜勇的，是他策划了一切，朕是被他蒙蔽的，他才是奸细啊！传旨，罪妇林氏蛊惑君上，构陷忠良，通敌卖国，罪无可赦，即刻处死。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还圣上口谕，罪妇林氏蛊惑君上，构陷忠良，通敌卖国，罪无可赦，即刻处死。明生，你好啊！你这招弃车保帅用的可真熟练。要我死？好啊，我成全你！带我上殿，我要见文武百官，我有话要说。这就看贱人，你还有脸见爹？都是你害了朕！诸位大人，事到如今，我也不怕说了。没错，克扣粮草、泄露布防图的事情，是我做的。这是他做的啊！可若没有这位皇帝的默许和首肯，我一介深宫妇人，又如何能调动得了户部的粮草？如何能接触得到兵部的布防图？你胡说，朕没有，这都是被你蒙骗的。蒙骗？诸位大人请想，如果他真是一位清白的帝王，为何会听信我一个妃子的话，去陷害国之柱石？为何又在我提出此等毒计时，不将我立即斩杀，而是依计行事？皇上，你到现在还不敢承认吗？我们本来就是同伙啊！你爱我，宠幸我，我们共享着权谋的滋味。如今失败，
你就要将所有罪责都让我一人承担。你们之前都看到了，我可是差点成为皇后啊！你给我闭嘴！你竟然污蔑朕！好，所有罪责都由我林婉音一力承担。是我勾结突厥，是我陷害忠良，一切与陛下无关。啊，这……明胜，我爱你，我会永远保护你的。哎呀，你撞死了啊！哎呦，你看看这死我的是活着？不是的，他胡说，他污蔑，他想拉着朕一起死。你们不要信他，朕是皇帝啊，朕是皇帝啊！将死辽押下去，严加看管，林氏拖出去。放开朕！放开朕！朕是皇帝！朕是皇帝！就是哪还尊严皇帝？朕是皇帝！他的嘴！谢谢。娘娘，林婉音她庄主自尽了，在皇宫大殿上，当着所有大臣的面。他到最后说了什么？他把所有的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但只认皇上是同伙，还说我爱你，我会永远保护你的。倒是个狠角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用最惨烈的方式给了那个男人最致命的一击。只是，值得吗？娘娘，您不觉得他活该吗？宫斗路上，成王败寇，没什么活该不活该。我平日里防他斗他，也只是因为我们立场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确实是个聪明又有韧性的女子，到最后都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也最壮烈的退场方式，比起某些敢做不敢当的孬种强多了。林婉音，你若不是执念太深，非要与我争这凤位，或许我们能成为朋友也说不定。可惜了，这吃人的后宫终究是葬送了你。不过他最后这一击倒是给我帮了一个大忙，那个到最后都要推女人出来顶罪的废物，也确实没必要再活着了。陛下，药呢？朕要的药呢？快去准备，朕要服毒。等朕死了，你就把解药给朕，朕要以死明志。奴才明白，奴才这就去准备。等等，你回来，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个狗奴才！看朕出去了以后，扒你的皮，叫你五马分尸。我要你好看！娘娘，按照您的吩咐备了2份。以死明志，
他也配？临了还要拉林婉英做垫背，像他这种毫无担当又自私自利的男人，活着就只是浪费空气。他不是喜欢演戏吗？好啊，那本宫便送他一场假戏真做。快！好啊，等朕回来。只有不对，这不是解药，是谁还朕的药？朕不想死。是你还了朕的药。是啊，本来你若是能乖乖赴死，我还能考虑给你留一份体面。可是你到最后都要把林婉英推出来顶罪，你知道吗？我虽然跟他斗得你死我活，但至少到最后，他都敢做敢当，用自己的命给了你最后一击。可是你呢？你连死都要合计着拉个垫背的，还搞一出什么以死明志的戏码，还指望着能东山再起呢？唉，你呀，你真是我见过最可悲，也最不像男人的男人。安心去吧。下辈子记得做个坦荡点的人。至于你的江山，我会找个合适的人帮你照顾好的。殿下，国不能一日无君啊！如今废帝已除，您乃皇帝正统，理应继承大统。哎，不，诸位大人，你们还是饶过我吧。小子我就是个普通书生，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开一个私塾，教孩子们识字读书。这皇帝我是真当不了。哼，殿下，此乃天命所归呀，信什么命？天天待在宫里，醒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还要跟那些大臣勾心斗角，还要批不完的奏折。这皇帝谁爱当谁当，反正我不当。太后娘娘明鉴，我这人脑子笨，胆子小，这皇我真干不了，请各位大人们还是另请高明吧。罢了，强扭的瓜不甜。既然皇子殿下心不在此，那我们也不必勉强。可这皇位，先帝又不只有一位子嗣，从宗室中择一仁厚聪慧者担此大任，由我等辅政，岂不是更稳妥？好，这个主意好。太后娘娘圣命，各位大人英明。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回老家教书去了。殿下！太后娘娘，边关传来捷报，老将军大胜突厥，夺回了所有城池。知道了。先帝的那些妃嫔
都已发放银钱，送出宫安置了。那些皇子跟公主也按照您的意思，送到民间的安稳人家里抚养了。很好。娘娘，如今您已是太后，执掌大权，您为何不当女皇帝啊？哎呀，多累呀！现在这样不好吗？垂帘听政，说了算，还不用每天早起上朝。看了800遍《甄嬛传》，最大的成就不是斗倒了谁，而是终于给自己打造了一个没人能逼我宫斗的舒适区。以后就养养娃，逗逗猫，享受一下来之不易的退休生活吧。